小时候的趣事，如今再看总是格外动人。周逸轩在直播中随口提起的那段往事，让无数粉丝直呼又好笑又可爱。那时年纪尚小的王一博生日礼物不想要别的，心心念念的就是游戏点卡。周逸轩问他想要什么，他说要游戏点卡，轩哥便痛快的给他买了。这份礼物简单，却正中一个少年最纯粹的快乐。没想到买完没多久，王一博又跑来找他，带着一股孩子气的无奈，开口便是：哥，能再给我充100吗？周逸轩问怎么了，他老老实实的答了一句：充别人账号上了。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当时的王一博大概是一脸认真，又有点不好意思，让人根本生不起气来。于是粉丝们纷纷笑着感叹，轩哥是真的宠，不是敷衍的那种宠，是打心眼里把王一博当小朋友看的那种宠。在他眼里，那个如今站在聚光灯下光芒万丈的人，始终还是当年那个会因为充错点卡跑来求援的小孩。这份从旧时光里一路延续下来的情谊，不张扬却格外温暖，像一段从未褪色的默契，藏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王一博又一次用他特有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当航班从西宁起飞，穿过云层，最终降落在北京，当他迈出机场到达口的那一刻，守候在外的目光瞬间被点燃，那个鲜活的真实的人就在眼前，所有人积蓄已久的期待与思念，都在那一瞬间变成了难以抑制的兴奋。这就是行走的热度本身，无论走到哪里，都注定被追光笼罩，注定被万千视线温柔注视。他刚露面便毫无悬念地登上热搜，网络上的第一波讨论里，不少人脱口而出：王一博怎么黑了这么多？乍一看，这似乎是最直观的变化，但说实话，大家都把重点看偏了。镜头里的他褪去了聚光灯下那种被精致打磨过的柔光感，整个肤色变得黝黑而利落，那是高原阳光一遍遍炙烤之后留下的印记，是风霜和紫外线共同书写在皮肤上的真实纹路。然而比起肤色本身的变化，真正藏在细节里的答案，恰恰被他戴在头上的那顶帽子轻轻托举出来。帽檐之下，黝黑更衬得整个人沉稳内敛，而帽子上的那一行字母 Well Did 野生救援，就这样安静的却无比笃定的揭晓了此前萦绕在所有人心头的那一团猜测。这段时间他为什么突然消失于大众视野？为什么低调赶路？为什么一路奔赴青海玉树？所有疑问在这一刻都有了合理而温热的解释。那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的私人出行，不是一场被安排好的亮相，而是一段深入高原腹地与雪豹同行的公益纪录片拍摄之旅。作为野生救援大使，王一博不是在镜头前做做样子，走走过场，他是真的把自己的身体和心力都交付出去，一头扎进那片广袤而严酷的山野之中，不矫情不抱怨，没有任何多余的姿态。他就这样踏踏实实的去做这件事，用脚步丈量海拔，用沉默守护生灵。这份身体力行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量。后来很多人刷到了周芳泡泡老师在玉树的随行记录，短片里呈现的是一幕幕淳朴而热烈的画面，当地人围成一圈，在苍茫天地间载歌载舞，笑声和歌声交织在一起，那种源自生活本身的治愈与温暖几乎能透过屏幕溢出来。整个短片中始终没有出现王一博的身影，但所有真正懂他的人，所有陪他走了这么久的粉丝，在看到那些画面的第一眼，心里就无比笃定，他一定就在现场，他一定是安安静静地融入了那片山河，不去惊扰任何一道风景，不去打破任何一份自然流淌的快乐，只悄悄站在人群的某个角落，悄悄感受着这份纯粹而滚烫的人间烟火气。他向来如此，做公益也好，做纪实也好，做任何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也好，永远选择低调前行，永远拒绝刻意张扬和造势。他就这样默默地奔赴山野，默默地守护自然，默默地把最柔软的心意藏进那些无人看见的角落里，温柔的不声不响，却重得令人动容。而这一次，他身上那套完整严密的户外装备，也成了这趟旅途中最沉默却也最有力的旁证。
每一件单品都不是随意挑选的通勤潮服，而是长期深耕山野的户外人才会做出的专业选择。外套来自海利汉森，那是面对高原多变气候和恶劣环境时值得托付的一道屏障。背包是 Black Diamond 黑钻，这个品牌本身就携带着专业攀登与极限探索的基因，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是一份对未知的敬畏。脚上踩着的是 Scarpa， 一双真正能踏过嶙峋碎石，涉过冰冷溪流，稳稳走入荒野深处的鞋子。这些品牌和他以往户外出行中的穿搭不尽相同，但那份热爱自然、敬畏山野的精神状态却和从前如出一辙，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你只要看上一眼就能明白，这一切不是为了摆拍几组所谓山系大片而搭配的造型，也不是配合商业露出精心计算过的穿搭模板，而是真正走进高原，走进野外，义无反顾把自己交给自然的实战装备。每一处可能被磨损的角落，每一道功能性的考量，都在无声诉说着路途的遥远与心意的诚恳。从这一身专业穿搭到整个人的状态，从愈发清瘦利落的身形到铅华洗净、不染纤尘的气质，王一博仿佛在用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节告诉所有人，他这一趟是一场100%认真的奔赴，是一次沉浸式的生命记录。那种状态大概很难用任何一个既有的词语来完全概括，如果非要形容的话，那就是归于山野。他褪去了舞台上的炽热灯光，远离了荧幕里的完美滤镜，把最本真最不加修饰的自己完完整整的交还给天地。这样的王一博给人的感觉就是毫无保留的真实，他的眼神比以往更加澄澈，更加坚定，那是在看过辽阔天地、嗅过荒原风雪之后才会沉淀下来的从容与笃定。他用近乎沉默的方式做着一件又一件有温度的事，也正因如此，他才能跨越所谓的圈层，让无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由衷的欣赏、信赖与喜爱。低调纯粹、真诚热烈，这些词语放在他身上，从来不是浮于表面的赞美，而是一次又一次被行动时打实印证过的真实品格。说到底，这就是顶流之上的终极吸引力，是无法被流量和数据简单衡量的部分，那是人格的魅力，是用身体力行的行动去代替千言万语的温柔与坚定。夸不完，真的夸不完。